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2022 PL 春季赛总决赛的第一场 TPP 对局，这里是解说大虾，这里是解说曲涛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来到了我们春节的首场较量。前面不只是可以提到啊，我们上海 NV、腾讯视频战队，包括 LGD、ST、RSG。包括到第5名、第6名、第7名的 JDE、AGTC， 一直到 4M 都有优势积分的带入，唯独听派没有优势积分，这对他们的心理上来讲，是不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呢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所以说看看这些优势积分没有或者靠后的战队，能不能够通过第一场比赛直接抹平这样的一个劣势。而看到刚才关注的几个关于跳点的信息啊，那 ACT 它选择了一个东西两方向的分跳，那是借着天霸不在的一个机会啊，又说普罗港啊，又可以往狮城去探一探。同时也可以看到 Peril 是盯上了老工业区，包括小矿山这一侧的一些未开发的地带。啊，都是抓住了一些机会。那看来经过了也是中间1周的休赛时间啊，各个选手已经在这个自己的训练赛当中啊，去分好了一个跳点的位置。第一个阶段，规规矩矩，中部圈型。那这刚才提到过的中部顺位的一些队伍啊，披城山啊、皮卡多上面山头的 STE 啊，再往上面可以登山的圣马丁的 TC 啊，再有皮卡多内部的 NV 啊，都还不错。但是相较于这3支战队来讲，我与大侠你有不同的意见。就是这个 NV 啊。如果出现1圈是正中心圈型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反倒是不利于自己拿点或者扩大自己的优势。就如果接下来啊1、2、3阶段都来同心圆，突然向北 NV 会很难受。对啊，因为地形原因嘛，皮卡多其实是你看到4面8方它在一个盆地的里面，尤其是往北部高低差是最大的。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同心圆，对于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来讲，是不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的一种圈型。反倒因为它有一条横贯东西部2侧的马路，那如果一会儿圈型向东切、向西切，都会比你就只停留在同心圆可能要好一些。是的，因为毕竟 STE 驻守自己这样的一个优势点位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，铺得很开。最南部的山治到最北部的岛市啊，这是看起来也是有一条将近1点几公里的阵线了。而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 TT， 因为有南部的一个真空地带，虽然说 RSG 会往北扩，但事实上来讲，这远比一个紧密的紫金色的邻居要来的威胁程度低很多了。而目前看到在如此平均的，首先是舒展，发现了 K1 的位置，直接扫下来了总决赛的第一个击倒，来自于舒展，拦腰拿下苏雨露，削发明志，难挡其势啊！展子哥拿下了春决的第1个淘汰，这对于 K1 来说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。刚才是想快速的去提振自己的顺位啊，但是在老工业区是没想到出现了一只拦路虎。这里又有捉对厮杀，但是这边雕哥是呼朋唤友，呼朋引伴，直接将小小库有点包围的意思。小小库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赶快撤退。但是对方只要踩上这个坡就能够扫你的背身，看看派这边的动作，没有选择追击，很及时。小小库。这种时候听到有这个多个脚步声啊，该撤是一定要先撤的。他先听到了车声，然后听到的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。是的。这边看到广州 TC， 那同样的，体坛这边其实动作还是挺快的，后点位 TC 像素还留在城内。那其实体坛的大部队是已经要超越他们的位置了。那这等于是体坛弯道超车，直接抢了南部 TC 的一个顺位。得，后点位还留下来一个微笑，反卡你一手。那对于 TC 接下来的进圈买点来说，相对于要比平时慢一个台阶。是的，看得出来体坛在这样的圈型当中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现在圈内的一些战队的局势，我们大概都有了一个了解。那在圈边，你像 AG、4M、LGD， 包括说东南角的 ACT 以及西南角的 K1 这样的一个圈型呢，事实上来讲，并不是给他们开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看的头。只要阶段2出现一个切角，这些战队大部分都能玩。圈1再圈它不算圈啊，选手当中是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。不过还是比较担心啊。你像虽然说 4M 老干爹这些队伍，他吃一个切角绕圈边很熟练了，但 ACT 来到了一个南部比较靠圈外的位置了。那这对于这样一支跳点啊打法不完全固定的队伍来讲啊，这也是一个挑战。4M 呢在场上啊一直有着逐圈人的称号。那同时呢，也是一个马拉松健将，在所有的队伍当中，他们是移动距离最远的一支战队。这也是因为啊，他们的运营思路是一直贯彻到底，甭管你圈怎么刷，我一直都在蓝白之间。2boy 又看到了清油的位置，你撕了，这个车可不好上，驾驶座随时会被瞄准。
但侧面给出了一些压力，赶紧往后撤。后身位居米的位置是没有办法架到的。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，Pero 的其他2名选手啊还在千里之外，近点应该是只有2名选手在坚持。不得不说 ，Pero 这个前期布置是很有想法的。我后身位卡一手 K1 前点，再拉出去2个，哎，摸一摸你 NV 的一个点。是啊，他想在这个前期阶段1做的事情是很多的，我既卡边又摸点。虽然说 Pero 这支战队在常规赛的一些成绩并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来到春决，他们还是拿出了强队的姿态，打出了一个跨越近千里的一个分彩的战术。同时也为观众朋友们去提醒一下，第一视角现在会有一个实时的选手镜头，我们可以去实时的关注一下。不止可以在场上去欣赏选手们的操作，在场下的盛世美颜也有幸能够目睹。这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 ST 的一个跳点方向。啊，依然还是盘踞在整个山头吧。那刚才可以看到，体坛虽然是超过了 TC 的一个位置，但这原本最高啊、最好的一个位置，肯定还是归 ST 所占的。是的，毕竟是原住民嘛。那你看，体坛是只走到了一个大概距离100-200米的距离，而上海恩威腾讯视频呢，根本没有往北扩的意思，他直接往南边去走了。南边像 Pero 也已经给出了一些压力了，那这个时候就先呆住。那 ISG 呢？此时此刻。这个威胁他们有没有预料到？星赫待的还是比较稳当的，但是因为高山位啊，还是看得到 RSG 抬头的一个架枪点。是的。这个时候还是他作为一个指挥，先到前点观察你的信息。啊，一会儿比如说圈形向西部了，那 RSG 放点的话，TT 第一时间先把这个防区接住啊，没错，有这样的机会。在场均淘汰数上，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数据 ，Powerboy 是领跑，而在 KD 这个方面的话 ，Order 的这个数据是。全联盟最高，场均 KD 达到了2.02，也是唯一一个 KD 方面突破2.0的选手。这真的是在整个联盟里面数据排列顶端的2名选手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来自于同一支队伍。是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打的是沙漠地图啊。那我们整个赛季在沙漠地图的表现呢，又是 NV 啊，能拿到8.86这样的场均积分啊，其实也是赶超了在常规赛截止的 JDE 他们领先的一个数据。那么问题来了 ，TC 排第几呢？ TC 能够在沙漠地图排到第5的位置，但已经是被划开了一个6分的分段啊，是在6.71，面对着 ST 的7.28是有一个小断层的。其实啊，在常规赛的前半段当中，尽管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拿下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但整体上来讲，沙漠地图他们场均排在一个中部靠后的位置。之前粉丝朋友们总结过嘛，看 TC 啊，更多的时候关注下半场，上半场看了很容易闹心脏病啊。没关系啊，这个每支战队都有自己熟悉的地图。你如果想要做到面面俱到，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但如果你做到了，那你就是一个夺冠的种子战队。沙漠也相对来说是各个队伍很平均的一张。哎，阶段2很重要了，阶段1因为各个队伍它冲突不多，这沙漠地图是整个。 电竞模式里面啊，刷圈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圈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皮卡多这个点1圈吃到同心圆非常难受的一个原因所在了。一个切角圈，自己在转移的过程当中，面对的都是一个低攻高的态势。现在就要看看上海恩威腾讯视频战队，他们带着20分的优势分，能否提速拿下一个好点。果然是至少要绕过 ST 的一个正高点，对啊，稍稍往自己的一个圈形正南部一拐，啊，再找进圈的方位。 那在这样的一个圈形下，那看到像 4AM 老干爹，这一下子就是等来了自己的机会。但再往身后的 J Team 啊，会迎来一个很难处理的位置。他们如果想要绕到一个1/2进圈点，那就是圣马丁的主城区，这种位置他不敢随便去踩。TC 现在的态度非常的明确，体坛是非常想要去抢顺位的，而且这个圈一刷，它本身就没有圈点，而 TC 呢，把刚才的劣势转化为优势。 我现在不去拿点，那就能够保证自己身后来的这些队伍呢，是一个转移的过程，而不是一个进攻的过程。体坛首先转移走了，那么 TT 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，也很难去强攻 TC。TC 保证自己身后没人的情况之下，就可以打出他们最引以为豪的这种推进战术。 而且 TT 也不好完全的伸展开拳脚。刚才后身位的位置是 RSG，那是星赫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没错啊，身边有如此多队伍的情况下，我打的也不敢太主动，但再往前绕一步，还是这个圣马丁。是的，就不得不说，现在这个圣马丁主城区作为整个东部进圈的一道堡垒，它会给很多队伍成为一个进圈的绊脚石了。刚才看到 ACT 从东南部的跳点来到了圈形的西南部，那这也可以预测一下，他们和 Pero 将会是有一个小小的摩擦。不管接下来圈形如何刷新，这两支战队。 在阶段3、阶段4终有一战。
Pyro 现在的位置还真的是非常的微妙，后面3兄弟还在赶，前面就一个波波面对 ACT 经过，瑟瑟发抖。首先波波他是知道 ACT 抢了他们的顺位，所以说对于 Pyro 来讲，如果想要避战，他就得往东边走。东边有谁呢？东边有上海恩威腾讯视频战队，在东边有 STE 战队。那可以想象一下，西北切角，西北是一个弱边，还是最好和 ACT 打1v1的大战。哇，接得好快，这一手。直接补掉。本来我认为 TT 是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之下，还得往北边去绕，但 TT 这个时候和 TC 架起来了，互架起来了。那 TT 如果说身后突然出现 RSG， 可怎么办呢？这一下子也会给到 RSG 一个利好的消息啊！没错，以他们的经验来说，我知道你眼前一个来自于大矿山方向的队伍，那就是刚才露出淘汰信息的 TT 无疑了。刚才是放掉了一个顺位给到 ACT 的 Pyro 啊，但这一个关键的顺位，它刚好就是目前靠这个西南圈边所剩无几的位置了。其实啊，他如果再往西边绕的话，就只能送到 JDE 一家和 K1 的嘴里去。就麦田嘛，麦田底下面一些自闭防区，你登山的路上 K1 可以和 JDE 可以说随便架。不打 ACT， 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攻的跳板。你就看一下总决赛第一个大胆的4v4正面团，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，需由自己主动发起。而新的圈型在上一个阶段很极限的西北切之下呢，是稍微往东南回了一点了。目前你看派占据了安全区的正中心大片的位置，现在有没有必要收缩一下？现在这个点还凑合，因为他如果把所有的目标全都放到这个大仓内部啊，那马路第二头反坡有人站，山顶上再踩个人，自己就完全处于一个闭塞的状态。最好是一个2-2分踩马路两边啊，那这样的话相互有个照应，而且2-2分踩这个2-2之间能够架到枪是一个最好的情况。team派其实现在也算比较大胆吧，毕竟山上房里再加马路对岸，相当于是4个人一共占了3种点位。没错，阶段3啊，其实因为地形的原因。关键团战马上就要爆发了，蓝白之间很多战队都在相互抽拔。你比如像 J Team， 现在等于是强行撕开了 LGD 的防线，而且一个人没掉，进入到了体坛的防区。不过刚才看到他们的载具是已经冒起滚滚黑烟啊，虽然再能经过体坛，但目的地这是一处比较低点位的防区了。是的，这个位置应该就是 J Team 的一个家。ACT 和 Pyro 果然会有一战。Pyro 也明白自己再往北边去强攻更高的 JDE 一家没前途，倒不如说和 ACT 进行一个1v1真男人大战呢。这里波波第一波过点哦，我刚想说他没有被打到十分的关键，但是他第一时间的位置如果直接被架下来的话，那对于 Pyro 来说我是没有一个支点去再挑战你 ACT 的位置的。而 K1 和 4M 在安全区的北侧，今天可以看到 4M 是有不同的，他们没有眷恋蓝白之间的这些点位。选择主动提速，来到了 K1 的脸上，这样的一个点位争夺，周边应该只有零星的抽把，不会有人来撞的。33中了一个火，被阻碍了一下自己的脚步，先得打一打状态。对于 K1 来说，这里毕竟是一个3人的编制，而且现在队友还没有极致的集结啊！刚才这一个火拖延时间会显得非常的重要。但33立刻做出回应，烧倒小智。小健找了一个火烧不到的地方，赶快要去给队友补枪了。朔风这边是一个大残的情况。山上的北京 JDE 一家龙仔的枪线有没有能够看到的机会呢？好像有点困难。星辰再还一颗雷啊！那这样的话，复杂的防区之内，周围的队伍如果观察的够久，不排除劝架的可能。魏无羡很关键，魏无羡马上就要支援过来了，但是前点队友再次打开趋势，98K 最终也是倒在了33的这边的枪下。那 4AM 现在倒地的人还没有特别多，是倒了一个硕，暂时迎来了一个安全的局势，而且获得物资，也获得 K1 的载具。纠正一下，刚才应该是小健最后放倒了98K。而 Pyro 刚才在波波探点的失利之后啊，无奈只能再向北绕。刚才我们有提到过，那是 JDE 的极高山。哎，虽然 Pyro 刚才正面和 ACT 哇打这一架勇气可嘉，这画面太残忍了，要有点不敢看了。但事实上来讲，这种进攻啊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劣势团，打成这样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尤其是沙漠这种强调控边的地图当中啊，如果反复的在圈边啊碰到一个硬骨头我就绕，碰到一个硬骨头再绕，那很容易陷入这种连环劣势啊、被滚雪球的场面。LGD 在被 J Team 抢夺了一个顺位之后呢，自己也是选择了一条低地路线，越过了 J Team 的枪线覆盖，来到了对方脚下。但这个位置毕竟是在对方的脚下，而且对面还有 4AM。那现在 4AM 老干爹啊。
双向自闭点位，劣势是肉眼可见的。两边全是高点，各自还要再架枪。那接会儿阶段5啊，如果不给一个回切的话，双方进圈都应该是要付出极大代价。能不能够挺到阶段5的减员圈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特别是阶段5会不会给他们圈点？因为如果不进入阶段5，那跟单场的一个排名分可以说关系都是不大的。是的 ，Pyro 这边人拉起来了，但是面对围追堵截啊，一波4打2，看来是机会不大的。到中间先探明一个信息，本人在后面暂时不能直接看到。哇，直接一个回马反打，后身有队友架枪，我比较硬气，直接再配合着投掷物。对于 Pyro 来讲，这波鸡蛋里面挑骨头啊，就是看到 ACT 已经抢了自己顺位的情况之下，该打还是要早打，但没有关系，毕竟一上来呢，展子哥是开了一个好头，而且这场比赛是拿下了6分的分数，这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场均积分前6的沙漠地图分数了。也是因为他们带有一些自己初始的一个优势分嘛，没错，加上他们本来有的一个3分，3加3等于6。那这样的一个开局呢，比上不足，但比下还可以吧。路线走错了，他带我马路对面坑你了。像素的一个精彩回放。，SG 的。OK。我在圈到了吗？左边他迷圈了，像素。是的。Pyro 在场上的吃鸡率是达到了9.23，这个在赛前评论席也聊过。主要就是在常规赛以及季后赛发力了。可以说，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，他们打的场次太少了。那后面表现越惊艳，就会把他们的数据推到一个整体更高的范围。来了，这边 ACT 因为和 Pyro 是先打了一波，自己进圈的节奏被耽误了。那本身就是圈外位置，再率先被点倒的话，劣势非常大。而且可以看到，听派再给出来枪线，也不给 ACT 再在反方向拉开枪线，面对 NV 的机会。NV 现在劝住 ACT 自己也要考虑自己接下来的进圈路线了，毕竟前面我们说了嘛，1圈中心点位，然后2圈出现一个极限切角，这对于 NV 来说能踩到这个点位，算得上是有了一个跳板，但是接下来强敌还很多呀。对于 NV 来说的操作空间啊，还得建立在我不求一个难切，但至少这个阴阳圈啊，别完全的归到一个北面去。你要是接下来再来一个北圈的话，那这是所有南部队伍的灾难。是的。ACT 现在这种情况，就要看看梦阳能不能去扎一手了。他这个载具的耐久度好像不支持他扎这一手啊。而且现在距离本身被赶的也是比较远了，居米再给他一些威胁，那甚至是浮在地上都难以动弹。看来 ACT 难了。后面星仔居米也是试探性的去补一下分数。刚才我们提到的阴阳圈马上要揭晓。如果还是一个同心圆南部切角，那这对于南部的战队来说，因为刚才南部喜上眉梢，对，喜上眉梢。因为刚才南部的初始面积其实是更小的，那给到一个偏南部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对北部还是关键的有效面积，这一束山头还都在。但问题北部是一个绞肉机一般的存在，因为大家现在大部分都在蓝白之间。像体坛，它可以提速拿到圈点，但是这一座山里边，在接下来阶段6出现之前，至多就踩3支战队。所以说，真的是先下手为强。不过体坛是选到了一个相对自闭的山脚，那可能也是山顶上的信息啊，他没能完全的摸到。他毕竟是一个东北方向来的队伍。体坛这一招高啊，他知道你山上你站3支战队，你站就站，但是你就算站满了3支战队，你最后也会相互尴尬呀，对不对？你像龙仔来得早有什么用？身后 J Team 直接抽成麻，所以说。来到山上的队伍会相互牵制，反倒是让山下的体坛能够安然的度过阶段5。体坛就是把这把的目光，我就放到决赛圈里。他现在要小心什么呢？谁撞到他脸上，跟他亡命一搏。目前看起来有这样可能的呀，身边的 TT 就在他的近侧。是。当然了，体坛如果看到蓝白之间的这些队伍打得不可开交，自己也有机会能够往山上去看一看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凯旋是已经开到马路对面，而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做了许久邻居的 4AM 以及老干爹，老干爹先动了，再去贴到了西岩的近侧，看看西岩怎么接住这一波。程 C 先被斩于马下，西岩这个点位啊，已经接了2队的人了，一个是 GD， 一个是 LGD， 但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第3次冲击他终究是没有能够卡下来。我们看到的是听派、老干爹 J Team 几个方向的内斗，那整个北部啊，在这个混战区域内，目前编制很好、战斗力尚在的就是 4AM 了。是的，不过呢，在这一波的正面突击当中呢 ，J Team 要快速解决战斗，要不然身后的 AG 可能会把握着机会，而且体坛已经摸上山了。这里的地形太平啊！他通过淘汰信息读出来了，蓝白之间的队伍现在都是一个接战状态，他需要站上来收分。
体坛这一手真的是把握住了整个北部的基调一般啊，由低到高。凯旋刚才去南部探点，再赶紧回缩啊，就是一定要把北部这一处重灾区，他们想把这里的分数收入手中。那这样的话，也等于是给到了 TT 一个生存的空间啊。不过对于体坛来说，他也是扛住压力啊，选择一个风险性较大的打法，主动让自己投身到战场当中去。在山脚的另一侧 ，AG 也是已经贴至山底。929现在队内的几个兄弟是纷纷一个倒地状况 ，AG 也是已经反向绕到自己的身后。目前看到从哪个方向929都是难以发挥啊。哦，这 team 最终没有能够快速的解决战斗，而 LGD 这边也是岌岌可危，加上优势分的情况之下，目前只有16分，只剩下猫猫一个人站着了。4M 加入战场之后呢 ，AG 暂时要和 4M 在圈外和有圈内的一个交战地带。尴尬一会儿，猫猫连续的蹲起，接住了魏无羡。小小剑还在打状况，近点厕所有2个人，最终清掉了老干爹，有机会再把魏无羡扶起来。4M 刚才其实也是拿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劝架时期，那跟体坛一北一南一里一外，其实就是把北部的其他队伍打的是差不多了。没错，再加上这边圈型的一个东北切角，让体坛在前期的运筹帷幄，优势再度扩大。那这个山头现在是有1、2、3支战队。体坛刚才甚至忙里偷闲啊，凯旋就在南北两端拉拉扯扯。就刚才这个圈型给到一个东北部，依然是个阴阳圈，凯旋还在南部进行一个自己的观察。4M 这一次要看小小剑的车位拉枪线，但是这个车啊拉到了枪线，也不足以为自己的队友打开局面。还好原点有神森森，这里想要来劝架，反倒是帮助了一手 4M。图图是直接被补掉，但对于 AG 来说，毕竟人数较少，点位较低啊。尽管对 4M 造成了击倒，但是没有办法有效的转化为分数。是的，那当然了 ，AG 的难题同样也是 4M 的难题之一了。这体坛它终究啊还是站住一个更内部的高点位。这个山头已经是极限了，况且我们可以看到西侧不断的有战队想要去攻这座山，但是你攻山的前提是要决出一个胜者。洛丽塔没有能够接住对方的2人冲击。但现在防区内爆发的一场大战，我们可以看到上海 NV 腾讯视频是将一切看在眼中，没有选择在南部去打一个南部的决胜局，而是参与到了北部的劝架当中。毕竟南部的地形啊，相比之下还是显得比较的难受。是的，不过北部这是一个高低差极大的位置 ，NV 眼前也不着急，就等，先等什么呢？先等蓝圈把俗期的位置给排到。可以看到这里架枪看的视野确实很好，但圈马上就要来了呀。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，就是现在体坛是全师全甲，物资充足，以逸待劳的状态。接下来把上海 NV 腾讯视频队刷走了，体坛这一关不太好过呀。而对于体坛来讲啊，他可能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被四面八方给合围。所以说，一会儿如果真的以他为圈中心，他可能还需要主动再放边了。没错，那这里 TC 所占据的位置就是体坛第一时间的跳板点位。但是这个位置啊，大家肉眼可见的是，当有战队来冲击自己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5-5开的团战，比谁更狠，比谁更快。这一下是无法避免了，先拿下小帅。这2支队伍在本场比赛做了太久的邻居啊，对于各自的点位那真的是了如指掌。没错，但是对于 TT 来说啊，一步慢，步步慢。虽然你一直和别人贴啊，但是呢，这种贴不会带来什么友好的感情，只会让别人越来越了解你，一直卡着你的顺位，非常难受。所以遇到了 TC。贴惨了呀，是有点惨。但 TC 现在也是为自己打下了一个东部的位置。体坛这边攻体坛了，这里2人倒地啊！这么好的一个开局，体坛有点可惜了。那这对于山下的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和 JD 一家都是一个好消息。就刚才提到凯旋在南部挂着吧，灵性归灵性，但你北部这么炙手可热的一个点位，站得如此分散，确实还是有一些让给 4M 机会了。这场比赛 4M。已经拿下了10个淘汰，1分的优势积分，但现在分数已经来到了2位数以上。而且如果站下这一处高点，可以说决赛圈里机会也是非常的大。这是刚才体坛分挂出来的微笑啊，停在一个 NV 的近侧小卡一手，但是在 Order 的一个侧面帮持之下，也是最终被清掉。4M 现在也有多人倒地，所以说上海 NV 腾讯视频队有足够的时间去拉人。而对于 TC 呢，则是在东部把自己的阵线排开。本场比赛的圈型一直在这个马路南北之间徘徊，哪怕到了阶段7，它还是一个南北的50%同心圆。是的，这里可以看到强者恒强啊。南部 RSG 和 ST 在打一个南部决胜局，最终是 ST 利用了自己的高点优势拿下了
南部的 battle。这也是刚才提到过的南部地形，就是一些小缓坡。是啊，我趴在这里，我能打一个，但对面一露头，我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一个移动。本场比赛目前詹乐乐给到了一个最高的胜率，给到广州 TC。因为 TC 在圈边站的位置最大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劣势是，现在只有3人编制了，而且在不看阴阳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主要控的面积还是在北侧。如果往北边去刷的话，他们的机会会更大。而现在场上一共剩下4支队伍啊，南部比北部的队伍比是一个1比3。南部是只有 ST 的，所以 Order 这个时候，他作为现在场上唯一的一个满编队，一定要想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宽。是的，另在探往 ST 的方向。目前在场上的几支战队有在季后赛排名第1拿到20分的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，以及第3的 STE。TC 呢，在这之中呢，他们只拿到了8分的优势分。4M 是不同的，他们只拿到1分的优势分，但现在有12分。其他都是在各轮领先晋级的豪门，而 4AM 是在最后一天啊抗压逆转的队伍，但是却也来到了总决赛第1场的决赛圈中。这就是总决赛，只要进来了，任何一局都是至关重要，去重新书写自己故事的机会。当然 4AM 现在虽然还剩有3个人，但点位也是比较集中，面临 TC 也是2个角度的威胁。对于 4M 来讲，他们延续了自己在季后赛最后一天倒数第2场的良好状态。现在就看这个侧身被 WY 给捕捉到了。哇，这是利用烟中反复拉扯的一个机会，也许还用了什么其他的掩盖脚步的方式。哎，释怀，这边有点马车，回头一看，先躲一手子弹。圆还是你会圆啊？这种急停方式确实有点难为自己。哎，朔风这边抓住了对方给的机会，释怀不断的闪枪打 pick， 子弹不多了。面对最后的朔风切枪连点 S12，他没能腰射精确捕捉到，这是射手步枪腰射的弊端。你看到了吗？33不断的在用自己伏地的一个状态帮队友堵枪线，他真的我哭死。然后这边7杀自己也很可惜没有能够在南部取得战果。TC。大好局势，在詹乐乐的祝福之下被淘汰了。詹乐乐的淫威也是带入到了总决赛当中。不愧是你啊，詹皇！但是现在上海 NV 腾讯视频队把握住了机会，开始了自己的收分之旅。哇，本就是积分最高的队伍，现在满编编制，占据着决赛圈绝大部分的队形。47.3%的前5率，17.27%的吃鸡率，19场胜利位列全联盟第1。看来这场比赛。沙漠地图的满编吃鸡率我再加一条，还是 NV， 太恐怖了，很吓人。现在这边先看一下 4AM 能不能给出一些顽强的抵抗。面对朔风，最终 Powerboy 一波腰射带走对方，现在只剩下山治了。就这场比赛 ，NV 他们一度是来到一个很干的地形，在这个西南边的方向，就是抗压真的扛下来了。最后看到山治了，这位置也是被锁定。那面对4个人的情况 ，ST 这一局啊。希望真的不大了。Order 冲锋于前，居米最终带走了山治，而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也是拿下了本赛季春决的首场胜利。哎呀，真就是本来就带着20分进来，第1把的最高分还是他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接下来看到第1场比赛结束后的积分榜啊。这分差会被一个小小的拉开了。可能刚刚打开电脑的观众朋友们会觉得，哦，这个比赛是已经第1天快打完了吗？结果在我们新赛制的一个加持之下，应该会是有一个40分左右的分数了。当然了，我们最后一个总决赛啊，它依然是整整4天比赛啊，4、5、20场的一个角逐。这对 NV 来说确实是一个开门红，但想要拿到他们心中的目标，还是需要持之以恒。后面的队伍依然还有自己的机会了。回到场上啊，虽然说 4M 最后没有能够吃下鸡，但是呢，这场比赛他们的关键团战基本上都打赢了。在决赛圈里边，确实面对上海 NV 腾讯视频队的及时展开呢，无能为力。但是之前 4M 所打出来的这种推进的感觉，让我梦回 PEL 刚刚开始的那段岁月。之前看到粉丝们讨论过嘛，4M 在之前小岛圈一处在海6一个大胆的攻防，粉丝就是说，你哪怕是被淘汰在这样的一个防区里，也比我们看到在这个圈边被慢慢的蚕食掉要舒心很多。就第1场的 4AM， 这绝对跟整个常规赛的大体印象是不同的。再说回 STE， 最后呢，一个人确实也是独木难支，但你要知道 STE 是从南部杀出来的，南部。